有火的地方就有人，有人的地方就有鬼。你我都到过槟城，可是马来西亚槟城的战争博物馆，你又了解多少呢？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战争博物馆，曾经荣登国家地理频道节目《亚洲猛鬼实录》，并被列为10大亚洲猛鬼热点，因此名声大噪。据说，为了让更多灵异爱好者前去那里探险，馆主在早前还曾经推出了夜宿鬼域之旅的配套，让参加者得以体验在断头台上过夜、睡在冤气最重的慰安妇拘留所内等等的活动。难道馆主真的不怕招惹到他们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槟城战争博物馆位于巴都马荣山上，于2002年开馆。它的前身是英国殖民时期的一处军事基地，后来因为1941年日本军队占领槟城岛，便把这个军事基地改造成了日本军事的基地。然而，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，基地就失去了军事存在的意义，一直处于废弃的状态。直到2003年，有投资者对基地进行了翻新的改造，最终成为了博物馆。这博物馆以每人30令吉的门票价格开门迎客。虽然在初始阶段日常过来玩的游客并不多，但它也能算是冰岛上的一个旅游景点。2013年呢，美国国家地理纪录片曾以发现幽灵为主题，在这座博物馆里进行专题的拍摄。当时节目组还授予槟城战争博物馆为亚洲10大闹鬼地之一。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槟城战争博物馆的名气就开始旺盛了。那么接下来，小南我就带你们看看这座博物馆曾出现的灵异怪事。曾经一家本地电视台带着法师前来战争博物馆拍摄，然而法师却发现用来绞刑的26号通道旁站着一个日本军，又在27号通道内呢看见多名赤裸着身子求救的华裔与巫裔女鬼。曾经有一家电视台在凌晨2点拍摄的时候玩找钥匙救人游戏。这游戏分为2组人马进行，然后每组参赛者各派出1个人锁在以前用来行刑式的这个房间里。结果其中1名被锁在房间的女生被组员救出后，竟然没有了鼻息，但是个子小小的她却胡乱发狂咬人。当时还出动了这个巫师施法和10多个人的牙齿才制服了她。随后巫师透露是有20个日本鬼魂进入了他的身体，想要占有他。除了日军鬼守通道和日本鬼上身之外，美国电视台在凌晨进行拍摄时还曾看见鬼火。该摄录团队原本以为是工作人员刻意燃烧东西，并没有多加理会。可是之后经过电视台工作人员确认，根本没有人在烧东西。后来去检查出现火的地方，却意外的发现，竟然完全没有焚烧的痕迹。许多年前的一个傍晚，一名工作人员要将一个黑鬼模型挂上一个房子内，但是却下起了大雨，而用来将模型移上房子这个粗绳子也无辜断裂。然而这条绳子原本可承载比那模型重5倍的物体，可是却离奇断裂。他们相信是对方有所暗示，所以没有再做任何触犯他们的事情。某一个夜晚，一名探险者在军营前开灯，背后突然传来脚步声，对方的脚步很沉重，让地上有了震动的感觉。他走1步，对方就跟1步；他停下，对方又随着停下。当他想回头一看时一只像油炸过的手打在他的肩膀上，吓得他不敢回头，拔腿就跑出军营。在
这博物馆里有一架古董钢琴放置多年，曾有人在半夜听见静止已久的钢琴曲弹起，可是钢琴所在的房间半夜已经上锁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去弹琴。再加上那钢琴的按键已经陈旧不堪，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去弹奏的，所以可能是某些东西在那里乐乐起舞。曾经有一位法师带一位摄影师在房间内拍摄，法师告诉摄影师，他看见一名日本军人坐在一个绿色箱子上，头上还插着一把匕首，是染着血的匕首。事后，当那位摄影师查看刚拍好的照片时，竟然真的发现有那一位日本军人，可是军人好像在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。吓得那位摄影师病了2个星期。此外当时法师还声称，在该扣留所建筑物看见很多俘虏自杀的景象，到处都是血。其实，槟城战争博物馆是马来西亚第一家战争博物馆，至今也是东南亚唯一一间最大型的战争博物馆。整体面积有8.1万平方米，把整座建筑走一遍需要差不多1天的时间。最特别的是，它还是全球唯一一间建在热带雨林的博物馆。这所博物馆被分为户内和户外，而且里面所展示的物品都具有历史性意义。在博物馆的外部有枪堡、大炮射台、瞭望台、士兵宿舍、兵营、牢房、医务室、水井等。博物馆内侧则有防空洞以及地下隧道。隧道的入口处参观说明显示，这条隧道能通往曾经的英国军事指挥所。隧道墙壁由1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打造而成，非常坚固，专门用来防御敌方炸弹袭击。由于槟城军事基地已经被废弃了几十年，这里到处长满杂草和热带植物，潮湿的空气不断腐蚀基地的金属设施，如今看上去多数锈迹斑斑。空气中还夹杂着木制品的腐臭味，成为了各种动物理想的栖息地。再加上这个基地曾发生过惨烈战斗，所以后来一直有谣言说基地里有鬼魂，而这座博物馆所在的小山也被称为鬼山基地。好的，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。刚了解过了这所基地所发生的战争事迹和灵异事件，那么下次带你们看更灵异离奇的事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牛年新春到来，在这里给各位观众朋友拜一个年，祝你牛年大吉，喜气洋，牛头羊羊好运来，牛眼圆圆看祥瑞，牛须翘翘钱满园，牛身摆摆夜登高，牛尾少少体健安，牛旋阵阵金欢圆。最后祝愿你新的一年牛年多财气，旺牛在运福满天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发啦！